林老板，别忙活了，地皮开发规划的公示已经贴出来了，赶紧签了这份退租搬离协议，把这些堆积的快递清理走。周经理，我查过相关的土地管理法，我父亲留下的老宅拥有合法的产权证明，并不属于你们规划征收的违章建筑。在没有正规合法的合同以及相关部门的核查手续前，强行搬离是侵权行为。产权证明？林小姐，你守着这破院子能撑几天？今天这字你签也得签，不签我们只能按无主滞留物替你清场了。住手！损毁他人快件是侵犯财权的违法行为，动手！将军，将士们和百姓已经整整1天没有滴水进喉了。城外的敌军说，只要我们交出守关兵权，他们就放水入城。将军，天要亡我大燕吗？燕家燕北怀今已残缺，和传家古今章相继。若远方伙伴幸助，请送来清水，救我大燕无辜百姓。林小姐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今天这电脑我也当滞留义务收走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高空抛物吗？天哪，这褒奖，这古今历经岁月形成的古朴光泽，还有这饕餮纹的雕刻工艺。姑娘，这是极罕见的大燕古今章，瞧这印傩的规制，属于当年开国时期的传世孤品啊！这可是极具历史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民间瑰宝。古物，那也是你们家抵押给我的，归我了。周经理，请注意你的行为。这是我父亲留下的家谱可查的传家古今，有正规文献可查。在没有任何法律判决前，你这叫抢夺。我是天恒拍卖行的注册鉴定师周先生，我的手机已经将你刚才的行为全程录像。篡改产权文书、侵占财物、损坏他人快电，如今竟想当众夺走祖传古物，我会把这些材料提交给我的顾问和行业协会。你这些所作所为，足以让你承担严重后果。林奇云，好，你有种！这老宅你保不住几天，我们走。顾老师，刚才谢谢您。不，林小姐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。这枚古今章意义非凡，我建议你立刻把它收好。今天我的退件改日再来办，先告辞了。燕北怀，燕北怀。既然你拿了你们祖传的信印来换，那这单生意我林七云接了。这是救命的清水！我们有救啊！燕将军，那位林姑娘没有抛弃我们。大爷，真的有人在远处相助。林姑娘，燕某代我大燕满城百姓，谢过你送来救命清水之恩。行，救了一座城，结果我自己快破产了。燕北怀啊，燕北怀，你那边是1城人等水喝，我这边是一堆账单等着我还。再这么救下去，你还没被敌军围死，我先被现实压扁。林姑娘送来清水救燕山关军民，北怀无以为报，身边尚有几件旧物，若于姑娘所在之事可用，愿换些许物资以解燃眉。你们古代人对旧物是不是有什么误解？林小姐，又有东西。急出，正规收货，今天到账。急出会比慢慢走低。我知道。商行收货要登记，证件、签字、转账记录都留档。我就要留档。不废话，
东西能收。多少？今天能到账？能。你确定不再等等？我不是来赌价的，我是来换周转的。聪明。钱急人别乱。这个风力大，插电就能用，工地排烟都用它。不要电动，要手摇。现在谁还买手摇的？没电的地方用。你给哪儿送啊？偏远点位，要结实，能修，坏了能换手柄，别给我样子货。那你找对人了，老款丑是丑，耐造。小刘，把库里那几台手摇果风机拖出来，再配备用手柄。外观不新，真要送人，面子上可能不好看。就它，面子不能救急，能赚才行。这些你也拿着，坏了不用找师傅，照着换就行。救急的东西不能只买本体。老板，再给我一支粗马克笔。写什么？写不会用先看图，防烟口罩、护目镜、手套。姑娘，你这是给施工队配货？私人捐送，能防烟，别拿心理安慰款。懂了，花真钱办真事儿，贵一点这批，密封好，要贵的。不砍价？砍，但不砍质量。收到大雁山关求援。浓烟入城，士卒不能失误，城门封道已被人动过。不是缺水，是缺防烟送风照明。不是为了好看，是怕送过去乱成一团。燕北怀，我负责买，你负责别浪费。临时转库绑定成功，是否批量投递？投。燕北怀，水能救你一次，烟能困你一夜。将军，这东西没刀没剑，真能打仗？不能打仗，但能让我们站在烟里打仗。前排戴口罩，鼓风机架风道，强光灯对准烟车。射车轮，不追人。将军，他比刀狠。检测到燕山关粮仓存量异常。将军，林姑娘要是知道我们记账这么慢，会不会嫌弃？她不会嫌弃慢，她只会嫌弃乱。3日后将爆发断粮危机。黑烟只是第一层，断粮才是下一局。钱躺在账户里只是数字，变成口罩和鼓风风机才是真正能用的东西。下次求援尽量写清多少人，缺什么，能撑多久。北怀记下，今日仓促，劳姑娘费心。知道费心就好，别总让我猜题。金饼可收，价格不差，还是老规矩，登记留档转账。转账像救命符。这次你比上次更急。那边朋友的物资点缺口更大。压缩饼干、米砖、罐头、盐糖，你这是要开救灾包？差不多。这批便宜，日期近点，但还能吃。不要。便宜啊！便宜不能救命。行，懂规矩的买家，这个贵，但日期足。屏幕大，运行快，还能插卡。不用联网，不打游戏，只看视频。那这台旧的便宜，就是反应慢。慢没事，别突然关机。电池一般。那配充电宝和太阳能板。你这是给谁用？老人？差不多，理解能力可能还不如老人。姑娘，旧款卡是卡了点儿，看视频够用。我要的就是看视频，这个能吃，但别当普通饼一口气硬塞，配水分小块，老人孩子少量多次。这个叫电子秤，放上去数字就是重量，谁说账上有多少，就拿袋子来称。封条贴粮袋口，谁动过痕迹会留下，别拿它糊窗户，也别拿它缠刀柄。
燕北怀，希望你手下人会看图，不识字也行，至少别把秤当板凳。将军，路上风雪耽误，粮车未到，仗是赵立先寄的。赵立，城里上万人，你拿空袋子赵立？城里守住粮仓所有出入口，等。将军，将军，这板子里关着林姑娘。不是关着，是他提前留下的影像。他还提前知道我们不会用，大概是。啊，林姑娘说的也太细了，连别把封条缠刀柄都说了。谁说账上有多少，就拿袋子来称。今日不是查一个人的脸面，是查这一城人的饭。将军，这小盒子比账房先生还公道，所以今日让他先说话。将军，此物来历不明，如何能做准？梁先发，老弱先领，守军后领，贪粮之事查清后处置。将军，这饼硬得像城砖，能救命的城砖，先吃。好。暂停再看，原来还能暂停。燕北怀，你们这个售后压力很大呀。售后刚开始，客户问题已经升级。看不懂字就看看图，看不懂图就问燕北怀，不要自己发明用法。陆枫，尤其是你。是黑风岭山匪劫粮。将军，黑风岭那群山匪直抢商队，从不敢碰军粮，此事不对。不对，就查。露营、徒步还是救援？山路探查。望远镜要不要？探照灯要不要？对讲机也有。望远镜和探照灯要。玩具无人机有吗？不要太贵，要能飞，能看画面。你这搭配挺野啊！预算有限，能用就行。续航短，飞不远，别指望专业效果。飞20分钟够吗？看风，山里风大，可能10来分钟。那就买2台。懂行，摔一台还有一台。不，我怕他们一台还没学会就摔了。你这朋友动手能力不太行啊。目前看风险很高。够了。你到底去哪儿？偏远山地物资点，路不好，人要少走冤枉路。这个叫无人机，别喊它鸟，也别拿箭射它。用它看高处，看山谷，看车辙，不要飞太远，没电会掉。将军，他是不是在说我？他记性不错，那我叫他小铁鸟，总可以吧？可以，但不许拜。末将不拜，末将怕他摔。不是山匪，是敌探。他们故意留下山匪痕迹，是要逼我们正面进攻。那我们绕。将军，车辙也会说话。他告诉我们，粮车还在谷里，山匪没有急着烧粮，只是在等我们进去。原来车辙说的是这个话。绕。将军，小铁鸟立功了。是林姑娘立功。那小铁鸟算他派来的斥候？算。家中老母3日未进米粮，小人一时糊涂。按规矩记下，另从本月救济份额里拨1袋粗粮给他家。乱世里人会怕，不能成为乱拿的理由，但也不能让人怕到只剩乱拿。打不过就开始造谣。这个过滤器出水稳，装上以后家用特别好。不要装修款，
要能搬能接能马上用。你这要求像临时救灾，就按救灾配。这个好上手，滤芯要备用，试纸只能初筛，不是实验室结果，但够判断哪口水明显不对。都要。这个净水片用量要准，多了味道重，少了不顶用。说明书得给用的人看明白。我会重新画一份。你还会画？不会也得画。有些人看字比打仗还难。姑娘，你这物资点到底在哪儿？前几天老店老板娘还跟我说，有个小姑娘买东西像打仗。偏远，路不好，解释起来麻烦。行，不问。你这种买家少见，知道自己要什么。这个不是符纸，不是药，也不能吃。把水滴上去，看颜色，颜色不对，请先封，别蒸。谁说这是不祥？让他拿水来测。车井水腹痛，是远方奇仙惹祸。越吵越像心虚。将军，这么薄一片真能测水？我还以为是纸。林姑娘说了，不是符纸。末将当然知道，末将只是检查它薄不薄。再测，让他自己来。原来不是远方的水有问题。封井，净水器先供城西百姓，旧井未查清前，不得再用。这纸也是他们的器具，谁知道准不准？那你先喝旧井的，还是喝这个？让他自己来，不必逼他。查井声。将军，这水真能喝？能。比军营水好喝。陆将军，这是给百姓的，我就试一口，替大家把关。孺子可教。你们那边是真不让人睡觉。行吧，谁让我接了这单？姑娘，你这次又要救哪种急？保暖，棉衣、手衣套、棉袜、保温毯都要，再加暖贴、姜茶包、防滑鞋套。你这是给施工队过冬？给一群比施工队还不会照顾自己的人。那得买结实点儿。这个折扣大，就是日期快到了。不要，你这姑娘买这么多还不图便宜？图，但不能涂到别人身上。行，给你按批发价。你买东西不像冲动，像真要用到人身上。本来就是。发票开全，放心，给你开。暖贴不能直接贴皮肤，贴衣服外层，发热后觉得烫就拿下来。棉衣先给值守、伤员、老人、孩子。姜茶煮开分，别干嚼，尤其是陆丰，别逞强。燕军衣甲单薄，夜里避乱，只等子时大雪一起，冲城门。尤其是陆丰，别逞强。他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因为你像会逞强的人。林姑娘说了，不能这么贴，贴错了她要骂人。她隔那么远也能知道，她连我逞强都知道。陆将军，你现在比军需官还细。林姑娘说了，细节能救命。风退路，缴械，不追援。将军，林姑娘连冬天都能装进纸片里，那是暖贴。暖贴？比炭还听话。将军，林姑娘是不是每次都知道我们会乱？她不是知道你们会乱，是不赌你们不会乱。这话听着像骂人，又像很有道理。那便记住有道理的部分。粮还没查完，卖粮的人先露头了。将军，他们一边捐粮博美名，一边囤积粮米哄抬市价，反倒倒打一耙，污蔑咱们守城拖累百姓。没有实证便贸然动手，个别差役以示为难商贩。林姑娘说过，局势越是纷乱，越要让账目平正，道出实时。你这是开仓库盘点还是查账？查账。谁家账这么难查？
人手不干净的账，给谁看？给所有该知道的人看。那你这不是查账，是拆台。错，是让台子自己塌。上次那种耐摔，你是不是拿去偏远仓库用？这次多给我几块备用电池。你那地方真够偏的，连秤都怕没电。不是地方偏，是人心偏。秤一停，有些人就又能说不清了。听着像查账。就是查账。这次再送你几卷胶带。不要送，写进单子里。懂，留账。你查账还有公式？要。这数对不上啊！燕将军，我们沈家好心捐粮，何必弄得像审犯人？好心不怕称，来，先称好心。急什么？好心还有99袋，称。路上损耗难免，这不是捐粮，这是把我们的军粮换个袋子又卖回来。你们说将军害民，可真正从军粮里伸手的人是谁？林姑娘这东西厉害，谁撕谁心虚。物件厉害，规矩更厉害。副统领韩少召集警民救队，准备明日当众逼燕北怀交出兵权。将军，他们这是要夺权，那便让他们自己说清楚。缺水、缺粮、缺棉衣我都能买，缺证据还得配套设备。要会议款、采访款还是取证款？隔着帐子也能听清的那种。你这是维权？差不多。那别买花哨的，这个续航长，操作简单，一键录，再配扩音器。要。备用电池。要。支架。也要。姐，你不像买东西，像来打包一套证据链。那你再给我配一张最简单的操作贴纸。贴哪儿？贴录音笔上，开始、停止播放3个字越大越好。你朋友不会用电子产品？他们连插头都没见过。证据不怕多，怕关键时候没电。按红点开始，按方块停止，先录再放，不要对着他喊，他不是耳朵不好，这个能让所有人听见。用的时候离人远点，别把自己也吓哈着。还有，不要拿他唱军歌。将军，他是不是又在说我？你负责放，不负责唱。将军近来所用器具来历不明，军中议论四起，燕山关军权不能交在这些怪东西之上。那你认为该交给谁？粮价抬高，等军心自然怨他。我接应，沈家粮路照旧。假的，这东西是假的。录音是假的，封条也是假的，粮袋也是假的，沈家的人也是假的。脚印，我这边有我的办法，你收好成，别让我买的东西白费。此战之后，燕山关可安，你不必担心。林姑娘，万事俱备，待我凯旋归来。你安心打你的仗，后续物资我会继续备着，水粮药工具，我这边还能周转，这不会断。燕北怀，你负责凯旋，我负责等你回来。